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咱们一起聊了这么多案子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确认死亡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和俗称的断气儿啊、眼睛一闭、腿一蹬的概念相比呢，医学角度的死亡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儿。我们的身体是这么精密，有这么多的组成部分，从心脏停跳、呼吸停止开始算起呢，零部件一步一步的死去，通通停止运转的话，有时候啊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最快情况下呢，根据权威数据的说法是至少也需要2分钟。而如果按照心脏停跳的定义方式过于简单粗暴的话呀，其实另一种定义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脑死亡，也有争议。如果不用呼吸机的话呢，脑干死亡之后也要有几分钟甚至是几小时后心跳才会停止。当然了，对于很多的病患来说，到了这一步啊，不管是脑死也好，心脏停跳也罢，死亡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秋天里的最后一片落叶，早晚是要落掉的。那为什么这个死到什么程度才是真的死，会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呢？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为了让死亡和新生无缝对接，这中间不能存在哪怕是几分钟的灰色时间段。呼坦医生呢，就是这么一个把生和死的线头接在一起的人。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伊朗裔，他这个看起来非常奇怪的名字呀，来自于古波斯语，意思是健壮和聪明的男人。这个人呢，也的确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期望啊。他不仅是学校的运动健将，而且是个智商超高的天才学生。他进入威斯康星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呢，才刚满17岁，是那一届年龄最小的。在之后的几年里啊，他再接再厉，创造了其他学生无法企及的履历啊。24岁就考取了外科医生执业执照，31岁成为了全美最年轻的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在他眼中啊，一个人死去之后呢，他身体就成了一个装满珍奇宝物的盒子，里面的每一样都是另一个人生存的希望。但是啊，这些宝贝的保质期呢，却短得让人心碎。从心跳循环停止的那一刻开始，失去了供血的组织细胞就会马上死去，蔓延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死去的细胞也不可能得到再生。对于某些非常脆弱的器官啊，比如说肺，在循环结束的45分钟内，如果没有取出处理的话，移植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0。而哪怕像心脏这样相对非常强健的器官，也仅仅只有4个小时而已。所以啊，对于胡登医生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一点都不过分。他经常是半夜1个电话就被叫醒了，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就得10万火急的赶往手术室。2006年1月29号深夜，胡登医生吻别了妻子，匆匆离开旧金山的家，搭上红眼航班飞往加州 San Luis Obispo。 这一趟行程呢，却并不顺利。经历了几个小时的飞行以后啊，机长通知各位乘客，由于机场浓雾无法进行降落，他们只好飞往邻近的一个机场，等雾散了之后啊，再次起飞。出了这样的意外啊，胡登医生是万万等不得的，他干脆自掏腰包雇了一辆车，星夜兼程几百公里。可即使是这样，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将近4个小时。之前安排好的几个手术室的护士都已经下班回家了，手术室冷冷清清的，空无一人。在他的反复要求下，医院给他安排了值班的麻醉师和几个年轻护士。但是呢，这些人都没什么准备，尤其是在器官摘除和移植方面的经验为0啊。但是呢，胡登医生最头疼的呀，还不是这个。当他心急火燎地把手术室准备好以后啊，他才意识到一个大问题，那个捐献者还没有死。开头咱们提到的心跳死亡和脑死亡这2种状态啊，这位捐献者是一条都不符合，而且呢还差得很远。虽然说是连上了呼吸机啊，但是他的心脏依然在自主的跳动，跟他说话安抚的时候呢，脑电图依然有波动的变化。这让风尘仆仆赶过来的胡登医生欲哭无泪啊！有没有搞错啊？那这种情况你把我喊过来干嘛呀？他打给器官捐献者的主治医生，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电话那头呢，已经睡下来的主治医生呢却不以为然，说这人肯定已经不治了，你不信就拔了他的呼吸管试试看，几分钟他就会没有呼吸。那没有了呼吸，心跳什么的还不就是个时间问题吗？那真的是这样吗？胡登医生也没什么把握呀。在他做过的超过300例捐献者器官摘除的手术中啊，这样一个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正在他犹豫是不是要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也赶到了医院，他叫 Carla， 是一名护士，
不过他跟普通的护士职责不同，他呢是一个 transplant coordinator， 负责器官移植的协调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职责比进行手术的医生还要重要。这个 Carla 呢了解了情况以后，毫不犹豫的就要把那个捐献者送入手术室。在他的眼中这个名叫 Ruben 的25岁年轻人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或者说在他眼里 Ruben 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Ruben 出生在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家不归，也许是离家出走，也许是跟那些街头火拼被打死的毒贩一样，早就不知葬身何处了。母亲 Rosa 在失去了丈夫这个家庭支柱以后呢，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开始了漫漫的偷渡之路。2年以后，母子2人在加州落脚。Rosa 靠当清洁女佣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厄运的签儿是抽了一张又一张。在 Ruben 8岁那年呢，一直健康好动的他突然开始行动不稳，走路跌跌撞撞，然后舌头也大了，语言功能也开始慢慢降低，记忆也出现了问题。问他几分钟前做过什么，他都是一脸茫然。由于这娘俩呢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医保， Rosa 就不敢带着儿子去看病，这是能拖就拖。结果呢，他儿子的病情发展得很快，不到半年的功夫就已经瘫痪在床，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的情况每天都会发生，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大小便也无法自理。最后有医生诊断出他是患有一种罕见的精神性疾病，多半跟基因有关。在儿童时期发病，大脑失去了对四肢的控制能力。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他的脑神经会进一步的受损，进而影响到语言和视力。不仅如此， Ruben 的大脑就像是一个没有散热器的电脑一样，在主板彻底烧毁之前就会不停的发热，他的每一根神经就像烧红的烙铁一般，不停的把那种疼痛的感觉传导至全身。看着儿子受苦， Rosa 也无能为力，她无力支付儿子的治疗和护理费用。在艰难维持了几年以后呢，她把儿子送到了一间教会性质的疗养中心，自己呢去给别人当住家保姆挣钱，一有休息的时间就赶过来照顾长期卧床的儿子。就在这么煎熬了10多年以后Ruben 的躯体终于在2006年1月彻底被击垮了。他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疼痛和长期大剂量止痛剂的冲击，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肌梗塞。虽然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恢复了心跳，但是却陷入了长久的昏迷，再也没有醒来。负责为他治疗的主治医生呢，非常肯定 Ruben 不可能活着离开医院。他告诉母亲 Rosa， 他的儿子不可能好转，几小时、几天、几周，甚至1个月，不管时间是长是短，死亡都会是他唯一的不可逆转的结局。在病床前守候了儿子1个多礼拜以后，由于无力负担医院旁边旅店的住宿费用， Rosa 不得不离开，回到他工作的雇主的住处。临行之前他来到儿子的病房，轻声祈祷了几个小时，然后流着泪亲吻他的额头，跟他告别，心里明白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跟活着的儿子相处了。在搭火车离开的路上Rosa 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温柔可亲的女人，她轻声安慰着这个悲痛的母亲，仔细倾听她的感受。在这样的宽慰下，Rosa 慢慢止住了哭泣，而电话那头呢，那个天使般的声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你愿不愿意捐献你儿子的器官，让他能够去救更多的人呢？这个打电话的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器官移植协调员护士 Carla。 那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建议， Rosa 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但她很快就被温柔的护士给说动了，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儿子这么痛苦的过了20多年，也是解脱的时候了。如果捐献他的器官，就好像他重新获得了一个身体一样是一个健康的他梦想中的身体于是呢，在经过了快2个小时的说服以后， Rosa 就在电话里头口头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但他不知道的是呢，在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前医院就已经对儿子做过一次全身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和旧金山医院里头一名等待移植的患者非常匹配，而那名女性的肝脏已经90%坏死，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负责他器官移植的就是那个 Houghton 医生。于是这几个素昧平生的人就因为这颗珍贵的肝脏在深夜1点进入了医院的手术室。他们移除了 Ruben 的呼吸机，
结果发现啊，他并不像是主治医生预言的那样马上停止了呼吸，而是像一条搁浅的鱼一样张开嘴艰难地进行呼吸。那种求生的本能占据了他的身体，他的脑电图啊也因为窒息的痛苦而出现了巨幅的波动。你说面对这样一个情形，手术室里的人当然是手足无措。要知道他们的任务其实不是来救这个人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想让他快点死。于是呢，就出现了荒唐的一幕，没有人帮 Ruben 把呼吸机给插回去，也没有人动手进行抢救。手术室里所有的人都大眼瞪小眼的看着 Ruben 在手术台上垂死挣扎了近10分钟，但他却依然顽强的没有死。这漫长的10分钟啊，不仅是对 Ruben 的折磨，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样觉得是一种人性的煎熬和拷问。难道说咱们为了救死扶伤另外一个人，就得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病人死去吗？最先受不了的呀，就是那个麻醉师，他率先离开了手术室，而且不管怎么劝都坚决不回去了。手术室的气氛啊，顿时凝滞了起来。胡顿医生呢，已经打算放弃了，心想要不就算了吧，把呼吸机呢给人家再接回去，顺其自然。这个 Ruben 呢，什么时候死就让他什么时候死好。可是想想又心有不甘啊，自己这么大半夜千里迢迢的赶过来，不就是为了用他的肝脏救人一命吗？我倒是等得起，但是那个等的移植的病人，他可等不起呀。就在这个时候，护士 Carla 突然发话了，说你看他的脑电图这么波动，他感受到了疼痛啊，这病人在受苦，我们要看他这么痛苦下去吗？他的这番话呀，突然提醒了胡顿医生，于是啊，他要求医院的药房马上送吗啡过来。因为那个麻醉师不是拒绝再次进入手术室吗？胡顿医生就亲自将吗啡注射进了 Ruben 的身体，但是啊，却在他的脑电图上没看到什么变化。于是呢，医生要了更多的镇痛剂，吗啡就被源源不断的送入手术室。另外一名年轻的护士 Jennifer 这个时候提出了异议，说这个吗啡啊，已经快打到致死剂量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呢，这个护士 Carla 和胡顿医生却异口同声啊，我们是在为病人着想啊，是在解除他的痛苦。在之后的20分钟内呢，更多的吗啡被注射进了 Ruben 的身体，远远超过了致死的剂量。但是小伙子依然顽强地活着，他的呼吸尽管痛苦而艰难，但是却依然有自主能力，而他的心脏同样没有放弃。这个时候啊，又有超过100毫克的吗啡被送到了手术台，但是胡顿医生却犹豫了。这次啊，再打下去，即使是 Ruben 马上死在手术台上，他的肝脏也会在过量药物的作用下失去任何的移植价值啊。手术室里呢，一片死寂。这个时候，距离 Ruben 的呼吸机被拔出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而他却依然没有死。终于啊，胡顿医生把注射器重重地丢回盘子中，对手术室里的人说：“谢谢各位过来合作，但是这个手术没法进行，对不起了。”然后呢，他脱下手术服，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随后呢，护士 Carla 也离开了，手术室中就剩下了 Ruben， 还有先前那个反对给他注射吗啡的年轻护士 Jennifer。Ruben 死于第2天上午8点，护士 Jennifer 一直守在他身边，成了最后送他一程的人。当他轻轻握住 Ruben 的手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脑电波依然很活跃，他甚至能够隐隐听到他的心脏正在顽强地跳动，直到最后一刻。Jennifer 后来回忆说 ，Ruben 很清楚我们在他身边，他很清楚我们对他做的一切。3天以后，他鼓起勇气来到警察局，举报胡顿医生为了获取器官，蓄意谋杀病人。他向警察交出了手中的证据，手术当天的药物使用清单。Ruben 被前后注射了超过400毫克的吗啡和100毫克的 Ativan， 远远超过了吗啡中毒量的60毫克。在2个小时的口供记录中呢， Jennifer 还原了当天手术室的每一处细节，强调 Ruben 在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完全不是濒死状态，而是生命体征良好。他是被那些超大剂量的吗啡和镇痛剂给活活杀死的。动机呢，再明显不过，那个器官移植医生他等不及了，非要弄死这个病人才能得到他的肝脏。2周以后旧金山警察局的2名警探出现在了胡顿医生家中。当时他正在庆祝和妻子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没想到在亲友面前就被铐走了，面对着2级谋杀未遂的指控。胡顿医生觉得非常荒谬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你们搞清楚即使我那天不在那儿， Ruben 肯定也会死的。
但是控方可不这么想。2007年7月30日，在权衡了本案的人证物证之后呢，控方在2级谋杀未遂上又增加了虐待没有反抗能力的成年人、非法使用致命药物、践踏病人正当权益等多项指控。这里面随便任何一项成立，都意味着Hooten医生不仅要面对牢狱之灾，而且他的职业生涯也会永久的结束。那不仅仅是Hooten医生本人呢，很快整个美国甚至是北边的邻居加拿大都意识到了这个案子的恶劣程度。有史以来第一次，登记进行这个器官捐献的人数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不仅如此呢，还有不少人专门打电话过去咨询，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呀从这个捐献者名单上移除了。那这个心态其实也很好理解。在看了这个案子里头Ruben的遭遇之后，那些签了捐献书的志愿者就会觉得，如果有啥不测，就算医生不会为了取器官把咱当场给弄死，但也难保他们不会敷衍了事放弃治疗啊。而对于那些等着器官救命的被移植者而言啊，这个案件带来的后果就更致命了。没有了捐献者，那一丝本来就很微弱的希望之光啊，更是变得几乎看不到了。面对这么一个蝴蝶效应啊，本来还站在Hooten医生一方的医学委员会也开始动摇了。他们一方面强调说Hooten医生察觉到病人正在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才注射吗啡，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呢，宣布还是会针对这个事件进行彻查，确保没有违规违法的操作。而在讨论这个是不是要捐器官的问题之余呢，另一个问题也因为这个案件被讨论的热火朝天，那就是到底死到什么程度才是真的死了？这个问题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折腾了这么久，死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哪怕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州、同一个市，什么才叫死了？答案都是完全不同的。举例来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Sunnybrook 医院，医生们被要求在病人心跳停止5分钟后才会宣布死亡。但同样是多伦多 St. Michael's 医院，这个标准就变成了10分钟。在美国的匹兹堡，心跳停止2分钟就算是死了，而如果到了科罗拉多的丹佛，只要心跳停止75秒以后，这个病人就被看作是死透了。但是呢，在欧洲的意大利，这个事情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必须要等到心跳停跳20分钟以后，才能开始记录死亡时间。那看到这儿啊，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遗言是什么？可能是医生，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无独有偶啊，就在Ruben事件还在持续发酵，警方和医学伦理协会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发生的另一个事件，也许能够说明Hooten医生啊，真的不是一个特例。这个事件的男主啊，名叫 Shane， 他和Ruben一样25岁，不过呢，他并不像Ruben那样从小就顽疾缠身。Shane 的身体健壮，从高中起啊，就是学校的体育健将。2006年9月，这个年轻小伙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小聚，喝了几杯之后呢，微醺的离开酒吧，走路回家。在路过一个铁路桥的时候，他一不小心失足啊，就跌了下去，头部着地，当场就失去了知觉。没过多久，他被路人发现，送到医院。经过抢救之后啊，医生非常遗憾地宣布 Shane 已经脑死了。Shane 的妈妈是一名护士，她在看到了儿子的脑部扫描和脑电图以后啊，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除了严重的大脑血肿， Shane 的身体其他部位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伤，再加上年轻和没有任何慢性疾病，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不能再完美的器官捐献者。在被医生宣布脑死之后呢，马上就有好几个工作人员走马灯似的过来劝说母亲捐献儿子的器官。作为一个资深的医务工作者啊，母亲深知器官捐献的重要性。在经过了短暂的考虑之后，她代替儿子签署了自愿捐献器官的文件。唯一的要求就是 Shane 的父亲啊，在300多公里外出差呢，她希望等丈夫回来以后再摘下儿子的呼吸机，让父亲能够最后见上儿子一面。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不管其他的医生护士怎么劝说，他都坚决不同意提前拔管子。但是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他发现儿子的瞳孔出现了非常轻微的收缩，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手指也有非常微弱的抽搐。他马上把这个现象通报给了主治医生。When we were all holding his hand, there was definitely some change in his grasp. It became a little stronger. And especially when we spoke to him.
但是那个医生却不以为然。Shane 的脑电波没有变化，他觉得这可能就是身体正常的生物电反应，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呀。但是当妈的却不肯放弃这一点点的希望啊！他嘱咐女儿守在重症监护室，坚决不许医生护士再靠近病床上的儿子，然后飞奔出医院，给自己的好友，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脑外科医生打电话求救。他的运气相当不错，这个医生很快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而赶到了医院。在他对 Shane 进行检查的时候，他发现小伙的瞳孔对光线出现了反应，肢体也有微弱的回应，并不只是简单的反射。而他随即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地方， Shane 的脑电波记录仪并没有真的按照标准给连接好。当他把线好好的修复了一下以后呢，那条本来是死水无波的脑电图马上就出现了波动。好家伙，你说说，原来人家根本就没有脑死啊！这个医生朋友迅速的给自己的团队去了电话。在2名专业护士和麻醉师赶到后，他们将 Shane 送入了手术室。在之后的4个多小时的开颅手术中，他成功的取出了 Shane 脑部的大块血肿，控制了颅内压，手术进行的异常成功。在手术还没结束的时候， Shane 就恢复了自主呼吸。后来在医院恢复了不到1个礼拜以后就顺利出院。经过了半年的康复治疗，除了偶尔会出现头痛之外呢， Shane 跟普通人几乎没有两样。 I remember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Guys, I'm okay, I'm here, I'm fighting, I'm gonna make it, and I couldn't. No matter what I tried, I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them, they couldn't hear me. I remember an overwhelming sense of frustration, but I was there cognitively, I just couldn't show it. 他几年后结婚，并且成了2个孩子的父亲，活得很好，很健康。那么当初究竟是谁没有把他正确的接到仪器上，而把他从完全可以再救一救变成了脑死呢？在 Shane 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温哥华综合医院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绝对是个例。当时在场的一名护士没有经过彻底的上岗培训，业务不熟，把线给接错了。他们向 Shane 一家进行了道歉和赔偿，竭尽全力把这个事儿给抹了过去。那么真相呢？这个事儿还真不能细想下去，只能说和之前那个案例的 Ruben 相比， Shane 真的很幸运了，有自己的家人守在身边，而且还有一个对这行很了解、人脉很强的亲妈，不然的话他估计不是死来也是死。咱们再回过头来说 Ruben 的案子其实也不能说 Ruben 的母亲什么都没干。在 Houghton 医生被捕以后呢，他在律师的建议下，对一个叫做 OPO 的组织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个部门全称叫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全美所有的器官都必须通过他们来获取和分配。他提出呢 ，OPO 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儿子进行了器官捐献的初步检查，并且通过欺骗的手段骗取他在电话里头同意捐献，从而将儿子放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他因此要求100万美元的赔偿。在这起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呢，他还追加了 Houghton 医生作为被告。而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 Houghton 医生都坚持强调自己完全无辜。他是出于为病人着想才决定注射吗啡的，难道说不让病人活受罪也是犯罪吗？同样在风口浪尖的 OPO 也放出话来，说如果 Houghton 医生是谋杀罪成立的话，那就是医学和文明的一种倒退。从此以后，你们最好在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就放俩律师在门口候着，时刻准备打官司吧。在这些支持下呢， Houghton 医生拒绝了控方的认罪协议，坚持要求走陪审团的程序。但是他的麻烦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很快，网上的另一个传言直接一脚把他踢到了谷底。有人爆料说Houghton 医生是个穆斯林的极端分子，潜藏在美国，害人不说，还倒卖活人器官，给那些财大气粗的阿拉伯土豪们续命。Houghton 医生对这盆脏水是悲愤交加，欲哭无泪他在采访的时候呢，反复强调，就说自己生在美利坚，长在星条旗下，根正苗红，没读过古兰经，不知道清真寺门朝哪儿开。为了强调自个儿的清白还当着记者的面啃了一块猪排骨。可哪怕他拼成这样，还是没能将那些沸沸扬扬的谣言给压下去。你一看就是阿拉伯人的长相阿拉伯人可不都是穆斯林吗？其实追根溯源这个事除开 Houghton 医生的长相之外，还跟一开始跑去举报他的那个年轻护士 Jennifer 有关。
他在那次举报的过程中啊，就说 Houghton 医生是个外国人，说话有很重的鼻音，而且在给 Ruben 注射那个吗啡的时候啊，嘟嘟囔囔，好像在念古兰经给他超度。但实际上呢，Houghton 医生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外国口音，而他那个谋害老美、给圣战添砖加瓦，其实也说不通。Ruben 是墨西哥人，到死都没拿到美国国籍，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过了一辈子。借着这个理由呢，Houghton 医生和他的律师就开始试图翻身了。他们提出啊，这护士 Jennifer 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啊，不然为什么他就死咬着 Houghton 医生不放，而对另一个重要人物，那个坚决要求手术还主动建议打吗啡的 Carla 视而不见呢？为了避免像那个接错了脑电记录仪的温哥华小护士一样成为替罪羊，Houghton 医生拿出了破釜沉舟的胆识，要死一块死，我是不会一个人闷声不吭的给你们背锅的。他提出啊，将 OPO 的护士 Carla 作为主要证人出庭作证，理由呢是他尽管是个护士，但却是个经验丰富、受过器官摘取训练的专业人员。在那天晚上 Carla 就像是橄榄球场上的四分卫一样，达阵得分的也许不是他，但他绝对是整个事情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啊。而且呢，另外几个证人也指出，如果不是护士 Carla 主动提出病人的脑电图有异，根本不会有人想到打吗啡这个事上来。但是啊，甭管是 OPO 还是护士 Carla 本人，都异口同声地拒绝出庭作证。尽管没有明说原因吧，但是琢磨一下就知道， Houghton 医生其实是作为一个器官移植医生呢，算是外围的专业人士而已。而护士 Carla 是 OPO 的自己人啊，万一在法庭上咬出更多有关器官移植的黑幕出来，天知道会翻出什么样的滔天巨浪。最后呢，在双方反复的拉扯争论之下呀，法庭最终决定护士 Carla 不会作为证人出庭。那这个决定到底对哪方更有利，很难说。因为啊，缺了这个人，双方律师都没法去还原那天到底在手术室发生了什么。这个 Houghton 医生到底是作为主事者，还是被 Carla 背后的 OPO 拿来当枪使了？而之前举报这个事儿的护士 Jennifer， 她的证词在法庭上被反复播放。她的确曾经对警察说 Houghton 医生有着非常重的阿拉伯口音。但是在陪审团看来，如果闭上眼睛不去看人的话，这 Houghton 医生啊，跟普通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在口音上没有任何的区别。那这么一来，大家心里就难免犯嘀咕啊。如果他真是对外国人有成见，是戴着有色眼镜，在口音问题上都有可能说谎，那在别的问题上会不会也说谎呢？另外一个对辩方有利的呀，就是动机。你说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会为了获取器官而杀人，这个动机啊，你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啊。因为那个移植手术做不做，对他来说其实到手啊工资都差不多，更何况啊，最后是在他的决定下放弃摘取器官的，他的病人根本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啊。但是控方却不管这么多呀，他们死死的就揪住一点，那就是剂量。Houghton 医生明明知道这么大的剂量吗啡注射会导致 Ruben 的死亡，但是还是一意孤行，这不是杀人行为是什么呢？为了加强视觉的冲击力啊，控方检察官带了一包药品出庭，向陪审团展示了这个数量是多么的庞大和骇人。但是呢，辩方律师用了一句话就驳倒了他的观点。我就问你， Ruben 死了吗？他即使被打了这么多的吗啡，但是根本没死啊。他是第二天早上从手术台出来之后6个小时才咽气儿的，人都没死，算什么谋杀呢？他们找来了之前 Ruben 在疗养院的治疗医生出庭作证。这个医生说啊，由于 Ruben 患有严重的神经性疾病，他从10几岁的时候就被有规律的注射吗啡来控制疼痛，后来随着病情的加重啊，还加大了剂量，所以在生前就已经产生了对吗啡的耐药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大的剂量打下去，他依然还能活着。那换句话来说， Houghton 医生注射的也许对普通人来说是致死剂量，但是对于 Ruben 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儿。那根据这个事实， Houghton 医生的做法真的是在为患者减轻痛苦，而不是蓄意杀人。在双方律师进行了最终陈述以后，陪审团进入了闭门讨论阶段。经过了整整3天的讨论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被告 Houghton 谋杀、未遂、虐待等等罪名均不成立。和拥抱庆祝的被告方完全不同，前来旁听的 Ruben 母亲在听到这个结果以后，黯然离开了法庭。
就跟2年前离开昏迷不醒的儿子一样，他独自一人流着泪登上了回雇主家的火车。只是这次却没有人打电话安慰他了。几天之后呢，他在律师的建议下也撤回了自己的民事诉讼。事到如今，刑事都是这个结果，那打民事官司一定是没什么胜算了。1年多以后，这个母亲又收到了 OPO 的一封来信，里面强调了器官捐献的重要性，希望这次的意外不要伤害他的信任，而且在末尾非常友好的建议他也签上一份协议，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最后还是要插播一个小知识仅仅在加拿大这么一个国家，就有超过4000人在等待着器官移植，而每年有超过300人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移植而死去，其中相当比例是儿童和青少年。感谢收看 M2档案，咱们下期再见。